们那个国家呢，经过了两种制度的实现，毛主席28年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这个30年呢，叫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。实际上，很多做法都是跟西方国家差不多。现在很多问题就暴露出来了。我总这样想，毛主席那个制度要走下去，会越走越好。现在这个制度呢，会越走越差。为什么呢？差的理由一个是贫富悬殊太大了，有富的就有穷的，有富的就有剥削有压迫，穷的就可怜的会有反抗，会不满。先是嘴巴上不满，以后有很多抵抗性的，跟你政府啊好像有点作对。他很多政策他明的是可以要执行的，他不执行，我行我素。确实，是啊，因为自己得不到好处，到头都被那富人搞出来。那贫下中农，那是工人，一般干部只有奉献，做题的少了，红利的更少，所以现在很多做的没有劲的，就是消极怠工。对哦，实在没有凝聚力就形成这个散，比较松散。说日本人瞧不起中国人，说中国人是一盘散沙，也确实是这样。就内部资料反映，很多日本人都打进了我们政府机关，有他在这里办的学校，有参加这里社会活动，有参加这里就业，很多脑袋很尖的，加上他本国的学校，他就汉奸又不是汉奸，他就等于是外部侵略，这个很存在的。尤其是教科书啊，学校里很多这个内容都改变了，改成了外国的，成外国的，第二也是国外国的，这个就是文化侵略。我们地方里有很多人崇洋媚外，比如春节不好好布置一下，怎么样过我们本民族的春节？还有什么圣诞节啊，那是搞得有劲的要死。就是元旦节都不是我们自己国家的，都是外国引进来的。所以有很多东西变了，尤其人们的生活方式，现在有一些偷懒，奢侈，干活想干少一点，工资想拿多一点，享受要多一点，过的日子要向西方看齐，有很多是我们看不习惯的。从很多方面，生活方面，养狗啊比养人还用心，这个也是一种不好的现象。过去我们养狗是为了看家，生活小偷，这是作为家庭的一种保卫。现在养狗是一种奢侈，养狗养猫，我看来我们小时候还有养貂，是啊，这个其实生活改变了很多啊。现在的小孩没有过去那么勤奋偷玩，因为外部影响，外面一些因素受了冲击。原来是游戏、网吧，现在是电脑、手机，有的生活改变了很多。小孩子也不听话，父母跟他教育也好像失去作用。我们一些传统的教育方法、教育效果都失掉了、失传了，没有办法。现在尤其是小孩教育，过去我们在农村没有什么高科技，没有这什么五子报道的，电视、手机啊，很普通的抓鱼啊、砍柴呀、捉迷藏啊、有手绢、这个挺棍啊，有很多是民间自己创造的，是吧？丢石头子啊，或者跳飞机啊，跳格子啊，挺好玩的。这个既动脑又动体。现在呢，普遍的都不动体了，吃要吃好的，玩要玩高级的，民族一些特色几乎是慢慢的没有了。所以我们这个国家崇洋媚外已经侵到了小孩，我总觉得很担心，也很危险。毛主席在的时候，人家反对说劳动太多了，其实劳动并不是坏事，是好事，既锻炼了意志，又流了汗，又锻炼了体力。生活那时候还苦，现在生活还好，生活越好越要锻炼，生活越苦越应该休息，一休息
以学习作业为主。现在不是作业，现在好多小孩不作业，他知道的信息也太多。你看，像我们现在都70、80岁了，都掌握一些历史知识，国家一些党史、政史，他们这人不掌握。什么手工啊，好吃的呀，什么好糖啊，是吧？好的饮食啊，他是专门做那个东西出来。再加上家里的父母有劳动，有上班，又管不了，还有同学之间互相攀比。你我也想攀比，不是过去谁能吃苦，现在攀比谁有钱，谁好过，谁穿的好，吃的好，玩的好。这个教育也有问题，因为国家教育没有创造他应该吃苦的条件，以宠爱为主。在学校里是老师不敢骂学生的，不敢骂更不敢打学生，他怕出事啊。有的小不通的跳槽啊，确实跑啊，旷课啊，跟父母对着干呢，这个事情很严重，很严重。所以这也跟不上，几十的人都是近视眼，你怎么办呢？现在就业也困难，也使学习没有指望。现在企业招工啊，他现在跑高了，动不动要博士、研究生都无所谓，本科的更没办法。这个国家不解决这个问题，民心是散了。为什么现在青年人不让结婚呢？不让结婚的很多条件达不到。我们那个年代，你说为什么生小孩生得多？一个是夫妻在一起工作，在一起生活，这个概率比现在要多60%、70%。现在只要成家了，都各奔东西了，都各自为政，没有夫妻感情，没有家庭感情，没有稳定家庭的基础，所以这个结了婚也不想生小孩，生小孩也不想生多，因为上幼儿园太贵了，不上幼儿园就是自己家里。现在他也要求高，有钱的人他都不愿意自己带小孩，请人请保姆，就是养成一种惰性，没有父母的奉献精神，没有义务和责任，所以培养小孩是二成熟。这个说实在话，小孩是没有体会的，长大了以后他也对父母也无所谓，还是要自觉，还要自己。最大的成功就是自控能力。现在很多青年人没有自控能力，想什么他不考虑经济因素、家庭承担的因素、父母的因素，不考虑，只考虑要我找个朋友可以，钱买房子买车子，不是自己去创造。但要自己创造，那都要拖到40、50才能结婚，这又不现实。这个社会生活啊，发生很大的变化，这个社会制度有很多真正没有为真正考虑，他是现实主义，只考虑自己的现实东西。后面当官的，我这一家我搞过去了，后面怎么搞我不管，我这一到国境就把我这一段抓一下，没有连续性，所以很多出现经济纠纷、债务纠纷，这个是因为不犯老案，他现在犯老案，前面领导欠的钱我不管，不是我经手的，我没责任，他就失去了一个政策的连续性，所以很多政府现在在叫苦不迭，前面领导大手大脚用了许多钱，欠那里，现在要反目，所以政府行为也在消极，很多干部得不了奖金，得不了什么丰厚的红利，他没有劲，既然我官保不了，官当不了，我钱也搞定，钱也搞不了，官也当不了，他就是松弛。为什么毛主席那个时候那么团结那么紧？我总觉得现在要恢复到原来的那个状态，没有伟人出现很难，要有那个有魄力的人恢复毛主席的阶级斗争，恢复毛主席的4大，社会还是可以扭转，别人也可以分化，人民内部更可以分化。如果是长期这样松弛下去，像是徐家印，我们举这一个例子，牵涉全国多大的精力，那么多烂尾楼，那么多经济窟窿，欠银行的，欠老百姓的，他先这次我们有困难，1万块钱给你多少利息，他懒吃，结果你钱他用了，这个还不清，对，时间长了利息都还不清，对，这就是个很大的问题。从国家层面这个发展会滞后，
会发布，会倒退，工人不景气，商人更不景气，他赚不着钱。市场经济最害人的就是天天围绕钱，赚不到钱我都不干。你看我们过去，我们家里租房子，人家都亲切的问了，你家里要人帮忙吗？什么时候安排我到你去帮忙？无私奉献。现在没有了，现在是抹酒也好，外公没有用，钱确实多少钱一天，那就是亲情、人情、友情、感情、事情都没有一点进步，在倒退。是你分析的到位。你这个一倒退啊，整个社会的风气都要倒退。为什么现在打架没人去劝架？人家哪里出现人命案要死人，没人晋升的，没人去帮助。你就说现在有毛主席这样的人，也破不能，叫不动。他那是革命是穷人，都是可怜人，是压迫人，他都有劲了。你说我在地主家当长工，地主我没做好也打我骂，不给我吃，我惩罚我，我操！我跟你告诉我跟毛主席去打仗去，死了是死了，没死我就把你干掉了。那是一种阶级推翻另外一个阶级，现在很难。现在除非是和平演变，但是和平演变呢，不会出正正天子。那现在重视知识分子，不应该太多的知识分子掌政执政。我主张有个中专文化，有个高中文化就可以执政，动不动是要本科的，要研究生的，还要博士的，那是扯淡。没那个心思为老百姓，他只为他自己，你怎么也搞不过他。他治理好，他大脑灵活，知识面广，会将国家的政策控制。你老百姓搞不过他，他要往哪个努力，往哪个努力就往哪个努力，要搞点钱，搞就搞。所以他没有吃苦，他带老百姓很难带，他是两张皮，一个往里搞，一个往外搞，那怎么能？是老百姓是为了生计，想过一个平稳生活，只要吃得饱穿得暖，他都满足了。你当官的不是这样，你越吃苦，他越想享福。我吃这么多苦，我吃一点，人家请我吃我都吃了，请我玩我都玩。他的思想观念不一样，尤其那是出国留学的，可能资本主义国家。他那种有钱人那种奢侈生活，那种高档的娱乐、高档的生活环境，他就想攀比。他哪有像毛主席在的时候，那些外国留学生就跑回来愿意跟毛主席吃苦。